今天咱们这期视频呢，就带来一期这个实战之后的感受的这样的视频，就算实战测评报告吧。这个咱们上一个月啊，就一直都是有新鞋嘛，所以说全部的都是开箱的视频。然后呢，我本来是说按照当时开箱的顺序去挨个的去做这个实战测评，但是呢，鉴于这个时间有点太长，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就主要的。首先把大家可能最关心的那几双鞋先排在前面。那今天这期视频呢，就是猎鹰的23.1啊，就是这个 Accuracy 的实战测评的感受啊，实战的感受的这个视频啊。只穿了一场，然后呢是在人造草坪上面，这是一个 AG 的大底。那今天咱们就来简单的说一说，因为每双鞋反正我肯定就按照我现在踢球的频率，一周一次的话，不可能说每双鞋都给你测到10场或者怎么样。没那个条件，好吧，我也不是什么职业球员，我也不是什么职业测评的人，所以说呢，大家谅解一下啊。首先，咱们来总结一下这双鞋，大家可能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说有几点。首先，第一个是这个鞋确实宽啊，确实是真的宽。穿在脚上刚试穿的时候，你会觉得啊，足弓这块也还好啊，就好像也能有点包裹，但是在实战的时候的感觉。特别是在你横向要去变向去蹬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脚在这里面是比较灵活的，这两边似乎感觉没有太多的束缚。所以说呢，最起码这个是点一的有鞋带的这个鞋子啊，你这个稍微拉紧一点呢，可能也还能稍微感受到，哎，好像紧一些。但是加呢，就是无鞋带的版本的话，我还真不太确定这个鞋子的这个横向啊，或者说它的包裹是否能够达到大家的要求。这是其中的一点。第二个我要说的是鞋子的大底 ，AG 的这个阿迪的大底呢，一直被很多人诟病啊，说这个太像 FG 了，太有什么攻击性了。但是我穿着啊，在人造草坪，我的感觉是这个大底是比较稳定的。当然呢，前掌有点软，这个可能说算是偏灵活吧，这个我不是太喜欢。但是整个鞋钉的排布还有它的稳定性，我觉得是挺好的。就是这个大底，我觉得没有太多的问题。至于说这个鞋钉什么样的鞋钉上什么样的场地，我依旧保持着我的观点啊。我可能原先哪期视频说过，那这一次再说一遍，就是 AG 或者 MG， 你看到这个鞋子的大底是塑料钉的时候，你就要小心啊。这个鞋子绝对不要上那种没有垫层的，就是里面没有什么塑胶颗粒啊或者沙粒的这种填充的场地。那样的场地啊，就是说咱们大家所谓的啊地毯草，用什么？用 Turf， 就是 TF 的那个球鞋的鞋底，橡胶的大底，然后外面呢有一些橡胶的钉，那种是用来踢所谓的天然草的，就里面没有什么垫层，没有缓冲的。那有缓冲的，咱们可以说是比较新的几代的人造草坪的话 ，AG。无论是阿迪的 AG 还是彪马的 MG 还是说耐克的 AG Pro， 其实都可以用。真的，就你说这些鞋钉它们之间的差距，长度差距能差多少，对吧？能差超过1厘米吗？5毫米都难，对吧？所以说我个人的感觉啊，就只要你的场地里面有差不多1个拇指啊，或者说1个手指这么厚的垫层的话，足够用了啊，这是我的感觉。所以说这个大底我觉得也还不错，我是比较能够接受的。然后就是这个鞋子的面料的话呢，确实有点厚。你如果说想要一个很清晰的触感的话，那这个鞋子好像达不到。但是呢，一个是舒适，另外一个保护性比较强。那总结的话呢，我个人觉得会比较好。然后呢，咱们接着来看，就是这个鞋子啊，实战之后它每个地方我个人的感觉。首先是这个鞋子的面料吧。面料的话，咱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鞋子，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舒适的。那这个鞋子的面料，在咱们开箱的视频里面也提到过，这个鞋子的面料用的是阿迪曾经的 Hybrid Touch， 就是一种超纤的材料啊。它当时可能仿制的，或者说它们更偏向于像皮的那种感觉吗？其实也不是太像吧。但是呢，Hybrid Touch 在今年的猎鹰上面的应用，我个人的感觉比曾经的 Primeknit 要好一些。毕竟 Primeknit 在你像20啊、21啊、22，就是那3代的猎鹰上面，其实
用的并不是特别好。当然，如果说你买的是加的话，你会感觉那个面料啊质感还行，但是点1上面的那个织布面料其实就比较一般，对吧？但是呢 Accuracy 这双鞋子上面的这个面料，我个人觉得是不错的。毕竟 Hybrid Touch 其实超纤的这个东西，它本身是很薄的啊，就是你上面这个触感上，如果说里面没有什么垫层的话，这个触感会比较机智的啊。这个面料上，就说这么多吧。然后呢，我们也能看到踢完一场之后的褶皱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在脚内侧这个地方好像有那么一丁点儿的褶皱吧。踢多了之后肯定这个褶皱会更多，但是上面如果被鞋钉刮了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比较难清理哈。面料上先说这么多，然后呢就是这个塑料啊，这个橡胶的颗粒，这个橡胶的颗粒呢。踢完一场之后的感觉上来讲，制造的质量还 OK， 但是呢，它的这种附着的能力其实和以前的也没有多少的改观。就是说，这个鞋子上面的橡胶颗粒和之前的像 Freak 呀，或者说20的这个猎鹰上面的橡胶颗粒都差不太多。你看到的这一个破损的这个位置，是因为当时踢球的时候直接踢到别人的鞋钉上面了，所以说把这个地方直接刮掉的。其他的地方看起来暂时还没有说什么橡胶颗粒脱落的情况。这个是我觉得比较不错的一点。然后呢，就是这个橡胶颗粒是否真的在你踢球的时候产生了比较多的作用？我个人的感觉，这个橡胶颗粒的排布，首先是这个分布的情况上来说，就只有在脚内侧这一点嘛。脚内侧这一部分放的这个橡胶颗粒，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合理的。当我带球的时候，可能说在正面呐，或者说偏侧面一点，这些地方虽然说有一定的纹路，但是明显的更加的流畅一些，这个是我的感觉。然后呢，橡胶颗粒这一部分的区域基本上就是用来发力的。那这双鞋子，我个人的感觉，在实战之后的感觉呢，确实在你射门呐，或者说去发力的时候，有一种，就是反正我穿这个鞋打门的时候的信心更足一些啊。这个说不上来是因为什么啊？就可能当天状态好，也有可能是这个鞋子啊，这个本身就是定位是射门靴嘛，所以说你自己的信心就比较足，这个都有可能。但是我个人的感觉，这上面的摩擦颗粒，再加上可能说这个下面的这个金属块，可能确实能够带来一定的作用啊。我只是说可能哈。我个人的感觉，那这双鞋子我觉得射门的时候的信心是比较足的啊，尤其是像什么打什么任意球，我觉得也很不错，这个是我个人的感觉。然后就是鞋子里面的垫层的话呢，垫层依旧是就是咱们当时开箱的时候说过嘛，从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人造材料的下面都有一层垫层，穿着确实是很舒服，但是呢有点厚，并且我们看到这个鞋子头影上面来讲，足弓这个地方真的很宽，就算我把鞋带拉紧的话，其实也是有那么一点宽的。实战的时候，我个人的感觉脚在里面有活动，这个是没有办法。然后呢，鞋子的鞋头，这一代的鞋子的鞋头呢，其实算是比较扁平的啊，就是这里面的空间呢，比原先的像 Edge 啊或者 Freak 没有那么多，特别是面料下面有一层垫层，所以说呢，这个里面的空间并没有老的那几代那么多。我穿着呢，就是同样的码数的情况下，我会觉得前面稍微的有那么一点拥挤的感觉。那面料上呢，基本上也就是这些。然后呢，说一下鞋领吧。鞋领这是一个高帮的猎鹰的23啊，它有低帮的，低帮它可能也就是差了这么多啊，低帮也就是在这儿。至于说它的包裹性啊，或者说它的领口的这种咧嘴的情况，在高帮上确实做的比较好。我穿着的时候没有说这个领口直接裂开的这种情况，但是低帮上面咱们看到一些测评视频，在脚内侧呀或者脚外侧，它的这个包裹并不是特别好。就每次你急停的时候，尤其是横向侧这个停的时候呢，两边的这个包裹上就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种裂口。那没有办法去说了，这个不知道说新配色的猎鹰的低帮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个人觉得好像有点难。接着呢，说一下后跟吧。这个鞋子的后跟的话，我个人觉得还算是比较舒服的。
这个后跟里面的填充呢，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啊？填充的话也依旧是比较厚实的啊，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鞋子的面料上基本上就是这些，然后呢，鞋垫的话就依旧是阿迪的那种比较，对吧？比较差的鞋垫。如果说你想换的话，那是看你自己的考虑。接着呢，咱们说一下鞋子的大底吧。咱们刚才总结，在片头最开始总结的时候呢，说这个大底是比较稳定的。我个人的感觉确实是这个样子。然后抓地呢也不错，灵活性的话呢，其实也还 OK 吧，也还 OK。然后耐磨的程度呢，稍微有那么一点磨损的情况，但是也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呢，鞋头的金属块上面会有一些，可能说是划痕吧。这个金属块的材质到底是什么，我不太清楚，能不能是铜啊？因为这个把漆面磨掉之后，里面是那种偏黄色的那种感觉啊。但是就反正这个地方它的重量也不是特别多，可能也就5克左右吧。好像我看测评视频是这个样子。大底的话呢，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然后就是它的前掌的强度其实是比较软的，足弓这个地方的强度呢还是 OK， 我觉得能够接受的。那整体的这个鞋子的，如果说咱们说细分或者说每个环节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那现在这个球鞋的价格，我刚看到好像有人最低是700左右买到了吧？那这个鞋子我个人觉得700-800的这个价格绝对是能打的，好吧？绝对是能打的。你一个顶级的鞋你还干不过其他这个级别吗？就是说我现在的可能说这2年的推荐一直都是，就是你预算的允许的情况下买级别高的。如果说你都是同一个级别的话，你不知道选什么，那你就选好看的，对吧？所以说呢，这个鞋子我个人觉得是值得去考虑的这么一双鞋子。那这个鞋子呢，基本上实战之后的感觉也就是这些。我个人觉得呢，我是比较喜欢这双鞋的。如果说以后还有机会就是没有什么新鞋要去踢的话，那我也可能会把这双鞋带上。反正我个人觉得这个鞋子比它的上一代 Edge 的那双鞋要好的多，可以这么说吧。所以说呢，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那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呢，也就是这些了。如果说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呢，别忘了点个赞或者长按3连支持一下。如果说你身边的朋友有对这个猎鹰的23比较感兴趣的话呢，欢迎把之前的开箱视频还有这个实战之后的感受的视频呢都发给他作为一个参考。那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了，我是静琪，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